欢迎您回到醒报现场，我今天是客串主持人焦元溥。那么刚才前一段呢，我们请了国家交响乐团的新任总监吕绍嘉吕老师为我们谈马勒。那么这次您除了要指挥马勒第5号交响曲之外，我们还有第3号交响曲，以及也排了其他作品。可否多谈谈这些作品，他们为什么吸引您？而您选择在今年排出这些作品的用意是什么？我今年总共演出5首马勒的作品哈，而对我来讲，它的中心是这个少年的魔号。少年魔号。我们知道刚才讲过，就是马勒的每一个音乐都是一个大世界，非常庞大，所以他的交响曲对初级接触的人，事实上是有点难以掌握的这样子哈。但是我很建议说，大家以听他的歌曲开始哈，歌曲是他的音乐的雏形的一个根源，而这些歌曲的雏形根源又是少年的魔号是一个代表。少年魔号是德国的诗集，都从19世纪初期2位诗人所收集的民间诗集，而这个跟马勒的艺术观是非常的契合，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原创性，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一种比较朴素的东西，而马勒他的艺术观正好就是这样，他的作曲也是就是什么素材都用去构筑他的世界，所以而这些歌都是短的，而且每一个世界每一个歌是他的一个小世界，而他很好理解，因为有一个歌词，你可以随着这个歌词去任意去想，在马勒的这个想象世界里面，所以你很容易被吸引住，而这是他交响曲其实是从这个歌曲的这些元素，我把它称为魔号的情节，所以说它很庞大的交响曲里面到处都是这些魔号的情节，你可以听到例如号角的声音、军乐的声音，或者说是甚至葬礼音乐声音，或者是圣咏合唱，一切的一切这些我都把它叫做魔号的情节，所以大家可以听到，我想这是在台湾可能是第一次以交响乐的形式、声乐形式很完整的呈现这个少年的魔号的音乐会，所以从这个出发，另外有4首交响曲，第3、第4是一个我们称之为魔号交响曲，因为它里面真的是完全使用了这个艺术歌曲魔号歌曲里面的。有借个歌曲里面有一个乐章，整个乐章都是，而5跟7是完全纯乐器的方式哈。虽然人家说纯乐器是抽象比较绝对的音乐，就是没有一个标题在那里，可是马勒就是马勒，他永远在讲他自己的世界，只是他现在没有透过声乐，而对我来讲，里面仍然是充满了魔号的情节。是，我现在要来问一个很肤浅的问题，就是说呢，这其实很有趣啊，像据传指挥大师 Klaus Kleiber， 他有个其实蛮不怀好意的问一个乐评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上次听到一个失败的马勒交响曲演出，那是什么时候呢？答案好像就是没有，就是好像在国外你要演出马勒交响曲就一定会爆满，然后其实不管你的那个音乐是多。音乐处理的好不好，反正结尾大家看到就是这么多乐器这么大声，然后大家就会鼓掌啊，就是说你也推出马勒，那就是成功的保证啊。但是对很多就是台湾乐迷来讲，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喜欢马勒的人会非常喜欢马勒。那么有些人会害怕接触他的话，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他交响曲要写那么长？这个70分钟、80分钟，甚至到90分钟。像马勒第3号交响曲，现在可能有交响曲可以打破他的记录，可是以前他在金氏世界纪录上面那是世界上最长的交响曲啊。那么对于这些想要听马勒，可是又有点小害怕，说怕会在音乐厅里面我会不会睡着啊，或者什么想听不懂的这些爱乐者，你有什么话想要鼓励他们？所以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大家以先听少年的魔号开始，这一首曲子，我想不会超过5分钟，最长的也不会5分钟，而它每一首曲子都不一样的方向，有情歌，有士兵的歌曲，然后也有小孩子的歌，非常吸引人。可是这都是马勒的一个缩影，而你从这样子出发，他的交响曲遍布这种情节，然后即使是第3号交响曲。也是一个充满了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一个捷径啊，因为你要认识马勒，从听他的歌曲，听他的少年魔号，这是我的一个建议。是，
而还有就是说，在欣赏的时候，你看杰里比达克，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指挥，他曾经说过他不指挥马勒，因为他看不到，他从第一个音看不到最后一个音那个方向，因为一般的作品都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走向啊，即使是有对位、有复杂的东西，它仍然是大家是走到终点去。而马勒的音乐它转来转去，它像是剪贴布一样哈，就是说这里一段这个军乐，然后来一段交响乐的动机发展，然后来一段圣咏哈，然后有还是再转回去，有时候还不一样的速度同时进行啊，所以他的想法其实是很特别，甚至可以说很现代的。啊，这个东西不好理解。可是你如果说之前稍微知道一点他的想法就是交响乐是要使用你所有身边的素材，啊，去塑造出一个你心中的一个世界。所以它里面什么都有，可以说好听的东西也有，难听的东西也有。像我姐姐就说，她觉得她听的马勒的音乐让她听到她最美的旋律，也最丑恶、最讨厌的音乐。其实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说法。那你在这边稍微知道一点，就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冗长，因为这是他的艺术观，对他来讲，那些全部都是他的世界的一个部分。然后这跟他童年可能也有关系，因为他有一个不是很愉快的童年，相当困苦的童年，看了很多丑恶的事。基本上他是一个厌世主义者，就是这样那种末世纪的那种。就是一种有点颓废，然后可是又现代音乐非常蓬勃的那个时候，所以这些都展现在世纪末的这个整个的艺术观里面，所以这是一个万花筒，是呀，这个人生百态全部都在里面，所以有一点这种认知之后，你去享受它那个长度。哇，享受马勒的长度。那么可否特别多谈谈他的第5号交响曲，特别是就是您这个新官上任第一场音乐会要为大家所带来这样子一个精彩的交响曲。当然，这个可能是马勒可能是最受欢迎，可能也是演出几率最高的交响曲。特别是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浪漫，很多不听古典音乐的人都知道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美丽的第4乐章。可不可以稍微谈一下这个交响曲？这首交响曲是不是它最通俗的？这个我存疑了。不过第4乐章肯定是哈。这是他的一首第一个就是在魔号交响曲之后第一首纯器乐的曲子，而这首他写这首曲子的期间正好跟阿妈了结婚，然后是大概在1901，就是世纪末交界那个时候，所以里面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Adagietto 慢板，他的第4乐章，这个是他呈现给等于是给马勒的一个给阿玛的一个情书哈，而这个情书仍然可以看出这里面一个世纪末的那种颓废哈，它非常的美，一个好像有一点在城市超离城市的那种有一点忧郁的那种美，可是中段你仍然是感觉那种绝望，那种绝望是典型的世纪末的情绪，也是马勒的情绪。而另外其他的几个乐章，因为它纯乐器的关系，所以它的那种动机的发展很紧密，整个的那个效果要比前面几个乐章要更华丽，而且在情绪上甚至也是更尖锐一点。所以因为它整个纯乐器的关系，而在最后一个乐章，它是一个对生命有点神经质的肯定，然后这个神经质的肯定，神经质，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神经质。而这个曲子我可以说是指向一个。很多现代音乐受这个影响了，就是说指向一个新的马勒的音乐的方向，影响到他后来第6号、第7号，基本上都是以这样子的模式继续，都是纯器乐，然后是一个非常尖锐、非常丰富的音乐，这样子。所以，那么您期待NSO在团员在您的指挥之下能表现出什么样的音乐呢？在这首作品里面，我想我就是一个就我对马勒的这个认知，对他欣赏、他了解他，去把他很忠实的以乐谱上都很忠实的，然后表现出他的这种他的情感的冲击，还有他的那种爱，他的升华，他最后对生命的那种
肯定，还有就是在这首曲子在技术上的要求也很高，非常非常高。就是说，他们当然已经演奏过，但是我很高兴，在我指挥过马勒第一，今年3月之后，我们再一步在第5号这首比第一更难啊，所以我们一起接受这个挑战。任何听过马勒第5号交响曲的朋友都会知道，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指挥和乐团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但对听众来讲是全然的享受。那么在下一段节目里面呢，我们会请吕绍嘉吕老师谈谈他所设计的3个系列里面的另外一个系列。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关于世纪末，那么待会请吕绍嘉吕老师为我们更深入的来谈谈这个系列。